段渊猛地抬头看我，眼里全是不可置信。我垂下眸，眼眶微湿。我睁开眼时，第一时间看见的是青雨。是雨蝶打了120，那天下着雨，他怕你淋湿，还一直为你挡雨。段渊走到我跟前，他问：这是真的吗？我反问他：真的假的？这重要吗？以为是别人救了他，就能把我们多年的感情排在第2位，说明对他而言，我们多年的感情没有那么重要。我不禁觉得可笑，笑他蠢，也笑我自己。我强忍住眼泪，冷冷地看着他，我说：重要的是离婚。段渊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不知在想什么。阿渊，离开的江青雨又返了回来，我看你一直不过来，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。他抬手想拉段渊，可段渊依旧一动不动。这位女士，季森突然出声，我们见过吗？看到季森，江青雨突然有些慌乱，他侧过脸，支支吾吾道：没见过。季森勾唇，笑着说道：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，可能也是某个不要脸的人吧。江青雨顿时红了眼眶，他低头擦眼泪。阿渊，你的朋友好像不太喜欢我。往常段渊会安慰他，可这次段渊依旧沉默。我不想再看他们，转身就上了车。段渊的身影越来越远，逐渐消失。季森偏头看我，雨蝶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坚韧，一滴眼泪都没有掉。从我没了孩子那天，我的眼泪似乎就流干了。车辆猛地急刹，季森惊愕地看向我，向我再次确认。孩子，我望向一边，车窗外绿意盎然，我的心却一片荒芜。我的孩子着火那天没的。季森一拳打在方向盘上，调转方向就要回去找段渊算账。我拉了拉他的衣角，阻止了他。我哽咽着说道：也是他的孩子啊。季森默默脱下外套，套在我身上。雨蝶，在我面前，你可以放肆的哭。这一刻，我的心理防线一下子崩溃，紧绷的情绪得到了放松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我彻底放声哭泣起来。季森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就这样一直拍着，等着我平复情绪。离婚的事情传到了段渊父母耳中，他们约我见一面。我知道他一直不愿意与我离婚，是怕无法给家中长辈交代。我家与他家曾经是世交，我父母意外离世后，他父母一直照顾着我。段母紧紧握着我的手。好孩子，阿渊做的不对，我们会好好管教他，看在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我摇头，将手缓缓抽出。我很希望你一直是我的妈妈，可是我一定要跟他离婚。段父望着我，小蝶，他做的糊涂事我们都知道了，但还好你没事，让我们好好补偿你吧，看在我们的面子上，能不能？我站起身，谢谢你们对我一直以来的照顾，但我必须跟段渊离婚。两位老人的脸色一下变得尴尬，他们拉下脸来劝我，我却如此坚持。其实他们不愿意我与段渊离婚，还有一个原因，父母留给我了巨额的遗产，规定要我28岁才能全部拿到，马上我就28岁了。这笔钱对段家而言是巨大的助力。我看着他们一字一顿，段渊害死了我们的孩子。孩子？他们脸上全是惊异之色，虽然身体已经不再疼痛，但是说到那个意外失去的孩子，我的眼泪再次止不住。我伸手擦了擦眼泪，哽咽着说，火灾那天，段渊为了陪江青雨生孩子，将我关在了家里，害我流产了，是他的孩子。段母手中的茶杯顿时掉在地上，他的眼里也有泪水。这是做的什么孽呀？我拿着包径自离开了，走在路上时，突然下起了小雨，雨水打在我身上，很凉，连心都是冷的。我就这样向前走，不知走了多远，停下来时，发现我走到了曾经的校园，这是我遇到段渊的地方。走进校园，在操场边，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红着脸给段渊递水的林雨蝶，她满是忐忑，局促又不安，可手中的水被那人接过时，眼睛笑得亮亮的。在草坪边，我看到那个在烈日下寻找四叶草的林雨蝶，汗水滴答滴答，她告诉自己，再看看下一片，下一片就是四叶草，就可以许愿了。当段渊的声音在远处响起时，他终于寻到了一片四叶草，他想，这就是命中注定。他看着走过来的那个人，拿着四叶草默默许愿，许愿能够与他永结同心。他可真傻啊！我把挂在包上的四叶草滴胶吊坠取下，直接扔进了草坪旁的垃圾桶。我再也不要当傻子了。雨蝶，我抬起头，段渊像多年前一样站在远处，直直望着我。如寻到四叶草那时，我转身就走，他奔跑过来，从背后紧紧抱住了我。他沙哑着问，是真的吗？我们的孩子？我从他的怀里挣扎出来，与他拉开距离，从包里拿出诊断报告，将报告甩在了他脸上。段渊，我说了，
你欠我2条命，一条是我的，一条是我们的孩子的，是你害死了我们的孩子。他颤抖着拿起诊断报告，整个人痛苦万分。火灾调查结果出来了，江清宇送你的那个摆台里面有自燃装置。他表情僵硬，慢慢抬眸，不可置信道。什么？我冷冷看着他，我合理怀疑你们想谋杀我。不是的。他眼中升腾起一股说不上来的情绪，是自怨和浓重的回忆。雨蝶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会这样，你原谅我。他双眼血红，满是愧疚。是我的错，我会重新处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还会有孩子的，好不好？我深吸一口气，不可能了。他眼眶红透，拼命摇着头。可你是喜欢我的，不是吗？在这里，你曾向我告白，你还曾偷偷亲我。我车祸晕倒时，冥冥中听见有人一直叫我的名字，是你一直守在我身边。我们结婚后，你也对我很好。说着说着，他渐渐说不出话，仰头看了看天空，似乎想压住眼里的泪水。他知道我的喜欢，知道我的好，可是还是伤害了我。我轻笑起来。是的，我曾经很喜欢你，很喜欢。他重新看向我，眼神里透出期望。但我对你的感情被你一点一点磨灭了。他的身体突然僵硬，眼睛里的光亮瞬间消失。我拿过他手中的诊断报告。明天我就会起诉离婚，希望你跟江清宇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他垂下头，好似失去了生气般，脸上不知是哭是笑。我不再理他，转身向外走去。他呜咽的声音混着风从身后传来。雨蝶，我怎么会认错人？怎么会把你弄丢了？我告诉自己别回头，我没停住脚步，继续向前走。我再也不会回头。离婚判决书下来那天，正好是我的生日。季森带我去海边看日落。日光落尽，整个海滩被余晖照耀的一片红。季森将他的手机递给我，手机里是江清宇被送进监狱的视频。原来开车撞了段渊和季森后逃逸的司机是他。当年他与段渊恋爱后分手出国，是因为有了新欢。他的家世比段渊好，他迅速与那人结婚，可没几年他们破产了。渐渐的，她老公对她也不再体贴细微，而段渊成了新贵。于是她自导自演，设计撞了段渊后假装救他，来一出美人救英雄的戏码。为了避免被发现，她全副武装，戴了帽子和口罩。但由于当天下雨，她没能戴墨镜，于是清醒的季森记住了她的模样。事后他将肇事车辆和相关证据都处理掉了，冒充段渊的家人将他转验，还设计让他们不再追究。但季森见到戴了帽子和口罩的他时，还是认出了他。我将手机还给季森，望着平静的海面，什么也没说。江清宇如何，我已经无所谓了。并不是我一个人收集的证据。我看向季森，他坦然地看着我。还有段渊，他说他很后悔。我笑了笑。你没必要特意告诉我，我与他已经没有瓜葛了。他也笑起来。那就好。季森从车里捧出蛋糕，让我许愿。我笑道，我现在不需要许愿就可以实现愿望了。我要去环游世界，去看巍峨的雪山，壮丽的苍山，去见更多的人。季森打趣道。缺保镖吗？不需要工资的那种。我仰头想了想，我考虑。他突然满脸诚恳。我等你。我顿了顿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回去时，海滩远处有一个孤零零的人影朝向着我们，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，是段渊。追着他这么多年，我太熟悉他的身影了，也会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整个人像陷入了黑暗里一样，初见他时，他是明亮的、鲜活的，如今变得暗淡、死气沉沉。原来不爱一个人以后，看他就什么都变了。季森为我拉开车门，又看了看远处的人影，试探着问，我在车上等你。不用了，我直接上了车。开车吧。车子从段渊身边经过的一瞬，他与车辆并排跑起来，试图与我说话。我不看他，示意季森加速，车速加快，段渊被远远甩在身后，他的身影越来越远，直到彻底消失。我告诉自己，以后我要去看更多的风景，见更好的人，至于他，再也不见。